你说就这个人这个情商可咋整呢？真是中国老丈母娘命中一道坎儿，天天给我妈拆台。我妈呀是个很好面的人，俺家人一多的时候，如果谁夸孩子有啥优点，我妈都说随我随我。然后大胖媳妇就说，难道不应该随我吗？我说她说随谁就随谁。然后我姥说，哎，你说咱家这拿铁哈也不怪人别人说，真像个猴，你说随谁呢？大胖媳妇直勾瞅着我妈，随你。然后我就跟她解释，我说孩子随谁这个事儿吧，它不是固定的，你得先分清好赖话，然后随机说。大胖媳妇说，鸡是谁呀？那就说拿铁像猴这个事儿，那到底是随我、随姥姥，还是随鸡呀？还是随鸡呀？我妈看着我搁那跟她解释了，跟我说，你俩不用跟她说悄悄话，孩子随谁这个事儿我无所谓，你们开心就好，我随便。大胖媳妇说，你看我刚学会随机，你要随上便了，你要随上便了。咱们很多老人其实心态都这样，就爱显摆孩子。哎呀，那比的那跟小孩似的。就比如他们对小孩成长有套话，什么3月翻身4抬头啥的。我妈很拼呐，只要打2个月的时候不翻身，我妈就天天怼他翻，他也不翻。然后有一次俺家里来人，这个人是谁干啥的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的孙子已经翻身了。我妈急坏了，急中生智，她把他的电动床垫子给调了，哎，一边高，然后就跟我这个远房的老姨啊展示这个孩子是怎么咵翻身的。我这老姨就说，哎呀妈呀，这孩子太硬实了。大胖媳妇过来了，老姨，这个床你上你也翻，你上你也翻。到了拿铁这儿呢，拿铁跟他姐不一样，什么抬头翻身还真都挺早，尤其是长牙早，哎呀妈，2小排。我妈非常开心呢，到处显摆，一会儿就让拿铁笑。为了堵住大胖媳妇的嘴，我妈直接告诉他，你不用不理解，你爱理解不理解，3岁看老，长牙快，啥都快。大胖媳妇说，妈，你知道世界上牙最多的动物是啥不？是蜗牛，这个动物吧，除了长牙，啥都慢，啥都慢。拿铁出生的时候5斤8两，我妈逢人便说7斤。大胖媳妇就问我+2是什么风俗？报虚岁啊。然后前2天在楼下，我妈看着一个跟拿铁一样大的小孩，27斤，我妈张嘴就说，我孙子28。大胖媳妇说，拿铁不是26吗？这就是随机还是随便的？咱妈以前是不是干过屠夫？怎么报斤数的时候总是有点莫须有的成分在呢？我妈就说，当老人你不懂，就是这个心情。我的孙子那就得胖乎，哎，白胖白胖的。大胖媳妇说，那不是我吗？那以后出门我给你装会孙子呗。我就劝我妈，我说心情可以理解啊，但是拿铁人是标准体重，你非得整的跟他爸一样干啥呀？他吃的香，拉的臭，26斤腱子肉，这不喝了6个月诺优能运会吗？吸收好，身体好，一点不虚胖，里边都是天然 OPO， 而且他姥不也老说吗？天然的才是最好的。拿铁过年带回去，俺家人都说壮实了，我还跟我嫂子说，我说我强烈推荐你给我大侄儿也整上。最近我妈可老自豪了，全铁岭都知道拿铁已经会倒背唐诗300首了。黄河入海，欲穷千里，更上一层。大胖媳妇都说我儿子这唐诗硬背出了3句半的格式，跟3句半似的。反正我是觉得啊，孩子到底是2岁还是2岁1个月背黄河入海流，没有啥本质区别。如果哪天他们自己主动思考了一下，问你黄河为啥入海流，我觉得那时候孩子那个动脑能力那是更上一层楼。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不是他汉语比你好，他头发比你多。哼，烦死了！俺家孩子要上幼儿园，拿铁这不到年龄要上幼儿园了吗？今儿我跟大胖媳妇在北京走了一圈，给他看幼儿园，给你们呈现一下现在幼儿园有多卷啊，净上花活。家长您好，我是今天负责接待您的铂金咨询师比安卡，很高兴为您服务。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们的安保团队 come from 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 ，which is America。他们擅长格斗、擒拿。他们曾凭借着咏春的拳、奥特曼的光，徒手穿过了布鲁克林的枪，全方位无死角守护您孩子的安全。国际保安很不错。家长您好，您不用担心，我们的外教均来自发达国家英语为母语的地区，所有的教师都具有超高学历，有来自加拿大的博士老师 Jay， Good morning, class.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about fruits. 有来自法国的金牌教师 Alexandra， Bonjour, mademoiselle. Comment ça va? 有来自伦敦的双博士教师 Dickens。 Good morning, boys and girls.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tea. 您的孩子喜欢哪一种口音？我们为您定制。在经过了我们沉浸式国际化口语培训之后，我们的宝宝都有着纯正的伦敦发音。Amazing。Emma。家长您好，您不用担心，我们的膳食均为国际认证的营养师进行搭配，由米其林6星大厨亲自掌勺。您是人真的很不错。除了专业的厨师团队，我们还为宝宝设置了餐前品鉴环节，从肠道健康出发，内外兼修，从根本提升宝宝的成长保护力。我们还有大礼相送，为您的孩子量身定做一份 VIP 快乐成长手册，比如推荐强健肚肚的口粮，让宝宝吸收消化为上，呵护宝宝肠道健康，营养摄取事半功倍，美素佳儿圆圆。荷兰这家牧场鸡翅自然营养真的很不错。这个我倒同意，都说肠道是人体最大免疫器官，那孩子要是肚子强健，体质肯定好。但是你们这个外教，我看着这肠道是有点拥堵呢，是不？那是因为他的童年没有喝美素佳儿。
这又是一个好问题。关于温度的问题，您不用顾虑，我们幼儿园的保暖设施是原装进口，斩获了俄罗斯年度热布斯尼沃斯奖。我们配备了6个锅炉师傅，24小时全天候待命，白天黑夜火力全开，保证我们的宝宝无宫寒、无湿气，出国考编都给力。6个锅炉，真的很不错。最后我们一问价，大胖媳妇决定把拿铁送回铁岭寄养。今年的中秋节，他说他要承办，说感觉现在的节日气氛太淡了，他今年要担起这个文艺复兴的重任。结果置办的所有事儿全劈叉了，明明是自己买月饼买错了，他还气够呛。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现象？就当你对一个语言不是很熟悉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把2个完全不相关的词儿记串台。他就经常这样。曾经有一次我在伦敦让他去买豆瓣酱嘛，他也不懂豆瓣，也不懂酱，就只能硬记，就豆瓣酱、豆瓣酱、豆瓣酱。然后走路走了20分钟，到了华人超市，到那老板问他你要啥呀？他说赵本山。老板说你要碟啊？他说我要罐啊。碟是什么意思呢？散装的。这次又是买月饼，他带孩子自己去买月饼，我出差不在家，他自己打车去的。走之前我就怕他去错地方，我说你到了商场啊，你就找稻香村。他说我懂，而且我还知道我在北京不能说稻香村，得说稻香村。我说就是稻香村。他说稻香村，稻香村，然后就去了。咱也不知道路上是哪个点开始又窜台了。到那儿见着1楼保安大爷，我要倒插门。保安大爷说你到哪倒插门啊？我老公说我问你呢，哪里倒插门啊？保安说我不知道你上哪倒插门，我也没倒插门。而且小伙我告诉你，现在不行叫倒插门，那个叫赘婿。完我就问他，我说你找着没啊？他说保安说现在那个店叫赘婿。关键是最后不但倒插门没找着，买的东西全是错的。我让他买月饼，他买了牛舌饼、老婆饼、油炸糕、枣花糕。这个是啥呢？开花馒头。我说买的挺好，别再买了，没有一个是对的。他说那这个我不服，那商家往那月饼里放鹅肝、放螃蟹、放火腿、放冰激凌，啥贵放啥。他们说那是月饼就是月饼，几十块上百块钱一个，他咋不直接往里放钱呢？月饼变了，月饼它现在的象征也不是团圆呢，就是烧钱呢，直接叫烧饼。月饼现在定位极其模糊，迷失了自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买这个都可以叫月饼。你说这个 moon cake 有酥皮有 cake， 就是没有 moon。那我买这个老婆饼 wife 派，有酥皮有派，就是没有 wife。有什么问题呢？然后晚上很委屈，坐在沙发上自己扒扒。哎呀，人本来我自己上网查的资料，今天还有个传统，我本来想再置办点桂花酒，但是咱也不敢问，咱也不敢买，月饼都买错了，酒再买错，桂花酒，咱也不知道得多贵才能叫桂花酒，节过的太烧钱，烧饼加烧酒。我们家拿铁因为跟他的父亲语言不同，给他爸进行才艺展示的时候整劈叉了，不小心把他爸给骂了。但是他爸完全没听懂，乐够呛。拿铁现在主要走的是这个铁岭广场舞混血舞王路线，然后每天视频跟他爸展示才艺。他作为 idol 在铁岭这个汇丰广场上领舞，后边一堆就是夕阳红广场舞大妈在后边配舞。每天他起舞的时候呢，都给他爸视频，他爸在手机那边看，特别感动。对拿铁跳舞的这个舞曲呢，也特别上头。跟我说，我儿子每天视频给我炫舞，每天跳的还都一个歌，那歌挺好听。我猜应该是专门说给我选了一首跟父爱有关的歌吧。我说你咋知道跟父爱有关呢？东北广场舞大妈选歌的时候曲风可正经挺野呢。他说不野，就是听起来是一首东北嗨曲，然后里边老说这个要给我一点阳光，给我一点温暖，还要给我一点娱乐存款。我一听感觉就不对呢，就在我们东北语系里，给你点阳光这句话啥时候在这儿截止过呀？这只是一个前缀呀，重点不是在你就灿烂吗？当天晚上拿铁又给他爸起舞的时候，我的视频电话也打了过去，果然给你整点阳光你就立马灿烂，给你整点温暖你敢兴风作乱，啥也不是，啥也不是。我说他爹啊，这你儿子骂你，你一点没听明白。我老公说他说我啥呀？我说你啥也不是，啥也不是，啥也不是是什么呢？就是啥也不是。你还别吱声呢，他还告诉你了，做人莫张狂，言多必有失。说